该说的我都说了。我这是个吸毒的，咱这也不是第一次了，该怎么着怎么着。你是不是还是这个态度？海洛因、K 粉、冰毒、麻果。警官，那些我哪买得起啊？我平时就是搞点燃料，解瘾。什么是燃料？大麻，这些都搞不起，所以就持械伤人、抢劫。不，警官，我那些不都是为了那口吗？平时没钱了我才去那啥的。认识这个人吗？他贩毒，你呢？你也参与了吧？你们是不是一起的？一起贩毒多久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只吸毒，不贩毒。这个家伙，江飞这个家伙卖什么货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江飞他卖的货我从来都不参与的，真的，警官。你怎么知道他叫江飞？他住哪儿？江飞就住这儿。小心点，毒贩都不要命的。江飞这个家伙狡兔三窟的，他具体在哪个窟，得你们自己一个一个去找。哎，李一奇体内并没有验出已知的毒品，看来现在只能找到江飞，才能知道他跟这个案子有没有关系。江飞已经找到了。团队，痕检组采集到了很多残缺、无序的指纹，初步推测大部分都是日常生活痕迹，资料都在这了。主任，浴室在这边。谢主任，情况怎么样？手脚处的皮肤有褶皱，应该是泡水的缘故。不过因为有浴缸在，所以底部有积水也正常。而且我检查过了全身，并没有明显的外伤伤口。徐法医，没有外伤可以判断死亡原因吗？我的初步判断是严重醉酒，加上上6轮样反应，引发呼吸抑制、惊厥、心功能失常，并且
我们伴有休克，引发急性心力衰竭而死。说白了就是头孢配酒，说走就走。所以这应该是意外死亡。目前看是，不过具体的死因还要解剖了之后才能知道。高远，安排把尸体送回局里，我来解剖。好。赵医生，毒理检测这一块，还是拜托您了。托齐主任的福，以后我的工作量就会大大减少，也不用经常过来熬夜了。谢谢你，辛苦了。那我先去整理毒品采样。齐主任，我先去准备存放尸体的冰柜，是要填一下这个尸检报告。尸检报告我来填吧，你存放尸体。好。齐主任，我留下来拍照记录，尸体我一会儿送过去。好。韩队，你查江飞是因为李一奇，还是因为他是毒贩？我之前在边南缉毒的时候，他就在贩毒，一次抓不住，被他跑了。他现在还在贩毒，我想清楚抓住他。我总觉得他和李一奇的案件有关。但你应该知道，如果江飞真的意外死亡，即便他贩毒，这个案子跟我们刑侦也没有关系。这个笔记本就必须交给禁毒大队那边。行，我知道。江飞的事情结束了。啊，韩队，江飞的尸体怎么样？有什么发现？没什么发现。那韩队，我下班了，我就先走了。韩队，你碰到过自己身边的人跟在办案件有关的事吗？我是警察，不管调查的是谁，我都会做好我的工作。你刚才和谁一起在工作？哦，有什么你就说。没有，没什么。那我先走了，韩队。尸检报告不是一直高远在做吗？说话。这里是法医室，我是法医室主任。尸检报告由我来写有问题吗？齐子哲，你瞒得过别人，瞒不过我。你调过来的动机到底是什么？那你呢，韩风？喂，朱队，监控视频有发现，您快过来看一眼。好，我马上过去。韩队，监控视频有发现，我们过去看一眼。喂，朱队，
你在哪儿呢？我有件事儿想跟你说，有关江飞尸体的。好，10分钟之后，我跟韩队去法医办公室找你。哦，好。驻队韩队，我在江飞家附近发现一个可疑人物，这个黑衣人一直尾随江飞，直到他家楼下，同时也查了李一奇伤人那天夜店的监控，发现那个可疑人物也在那儿。放一下。辉哥，放夜店监控。能看清脸吗？给我点时间。不好意思啊，实在不好意思啊，齐主任，不好意思，我没看到你。那个，我还有点事儿，我先去忙了。没事。柯兰子，秋兰子，秋兰子，兰子，兰子，死了。韩队，你碰到过自己身边的人跟在办案件有关的事吗？尸检报告由我来写有问题吗？你特意调过来，到底什么目的？走。韩风，你想怎么样？你涉嫌谋杀秋兰子，跟我回去。公安局发生命案，前所未闻。我们必须以尽快的速度破案，给各界一个交代。起死者是我们自己的同事，你们现在有指向性的线索吗？如果没有，不可以随便怀疑一个人。我们在江飞家附近还有788的夜店监控里，都发现了齐法医曾经出现在案发现场。还有呢？秋兰子死前曾经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喂，驻队，你在哪儿呢？我有件事儿想跟你说，有关江飞尸体的。刚才我们调阅局里的监控显示，秋兰子最后一个见到的人就是起死者。阿梦，你的判断？我认同朱队的判断。秋兰子死前我见过她，感觉她心神不宁。韩队，你碰到过自己身边的人跟在办案件有关的事吗？
有什么你就说。没有，没什么。你觉得这和齐死者有关？如果李一奇和江飞的案件与齐死者有关，那秋兰子在江飞的尸体上发现了什么，才能让齐死者有可能动手？我们必须用法律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放心吧，白局，我们会用证据说话。你们如果看了监控，就会知道我不是凶手。你去江飞家做什么？李一起伤人那天你也在现场，后来你也去医院找了他，为什么？我是在熟悉这个城市最容易犯罪的地方，因为我不仅是一名法医，我还是一名警察。你觉得你这样说我们会相信你吗？啊？是啊，韩风，你什么时候相信过我呢？李一奇、江飞还有秋兰子，在他们死前你都出现过，怎么解释？说是巧合，你觉得可信吗？告诉我兰子的死因，我就解释。你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调包了秋兰子的水？高原现在初步判定，秋兰子的死于急性氰化钾中毒，这个水瓶上有你的指纹，你解释吧。不好意思啊。从兰子捡起这瓶水，到我们发现她身亡，中间只有不到3分钟。你们怀疑我在水里下毒？那瓶水拿去化验了吗？验出氰化钾了吗？你搞清楚状况。现在是我们在审你，不用你教我们怎么做。那在尸检报告和化验结果出来之前，我想我们没什么可说的了。好，那我们就等结果出来再谈。邱阿姨，请节哀。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找到凶手的。来，我来吧。嗨，
反对。秋兰子确实死于氰化钾，但是那瓶水里没有验出氰化钾。戚主任私人物品里也没有验出氰化钾。结果已经出来了，秋兰子死于氰化钾。她中毒之前只有跟你接触过，怎么解释？那瓶水呢？验出氰化钾了吗？你们在水瓶上验出了我的指纹，怀疑我在水里面混入了氰化钾，然后将水瓶调包，让兰子喝下，中毒身亡。但是你们并没有在水里，我的私人物品，甚至是兰子的周围找到任何氰化钾的痕迹，所以没有证据可以支撑你们的推论。但你作为法医，下毒的机会跟办法应该不少。氰化钾是剧毒，一沾即倒。如果我对兰子下毒，只有2种方式：第一，我在她面前看着她吃下氰化钾，当着我的面中毒身亡。但是我当时不在局里，所以这不成立。第二，我事先将混入氰化钾的食物交给兰子，而她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刚好吃下，中毒身亡。那如果是这个逻辑，不仅仅是我，这个局里，甚至是兰子走后遇见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凶手。我们肯定会去调查每一个有嫌疑的人，但是目前，你的嫌疑最大。尸检报告当中，兰子的胃里有没有糜烂性出现？她的胃里有没有发现什么异物？请继续你的推论。一个死于氰化钾中毒的人，你们却找不到凶手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下的氰化钾，那这说明氰化钾早就在兰子体内了。你的意思是，没有凶手，秋兰子自己毒死自己？你们之所以会在那瓶水上验出我的指纹，那是因为那根本不是兰子该喝的水。朱队，朱队，齐主任怎么说？他认为氰化钾早就存在于秋兰子的体内。他怎么知道的？报告不是刚刚才送进去吗？你知道有一种办案的方式叫隔空办案吗？就是人没有到现场，但可以根据现场的状态以及尸体的状态还原真相。说是少数的法医可以做到这一点，其死者就是其中一个。高原，去实验室查一下他用过的器具，跟秋兰子手边那瓶水做下比对。好，我也去。你特意调过来，是和以前的事有关吗？你跟踪江飞，又去夜店，还去医院找李一起，你到底要干什么？我已经说过了。你没说实话。韩风，你真的相信我会杀一个刚认识不久的实习法医吗？你心里清楚，不可能是我。我相不相信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查出真相。
既然他已经开始协助查案，你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把我们调查出来的部分信息，适度的让他知道一些？这样的话呢，可以尽快找到凶手。好。高法医，哎，麻烦你帮我们检测一下齐主任的水和泡腾片，有结果告诉我们。好，好，谢谢。韩队助队，结果出来了。报告上显示，两个人喝的水里都检测出了对方的唾液。所以秋兰子误拿了他的水。对，兰子死前喝的那瓶水应该就是齐主任的苏打水，而齐主任的包里只是普通的矿泉水。好，先走了。不对，不对。你们现在应该已经知道，那瓶水上为什么会有我的指纹。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说氰化钾早就存在于秋楠子的体内。兰子平时应该有用药的习惯。兰子的包里的确发现一瓶胃药。什么药？奥美拉唑。尸检还发现了什么？胃里发现了2个药物胶囊，外壳有被融化的迹象，其中有一颗有破损。最后一个问题，兰子的药瓶里还剩几颗？还剩1颗。我知道凶手是怎么杀死兰子的。兰子服用的胃药奥美拉唑是一种肠溶胶囊，它因为会损伤胃部，所以不会在酸性环境下溶解，而是会通过胃部进入碱性环境的肠道内吸收。但是，它却在兰子的胃里发现有残留。为什么？秋兰子误拿了你的水，喝的是苏打水，加速了胶囊的溶解。肠溶胶囊的外衣是缓释的，应该在4到12个小时起作用。但如果喝了苏打水，那么这个时间就会大大的缩短。所以氰化钾是藏在了秋兰子胃药的胶囊里。兰子胃里发现的2颗胶囊，其中1颗有破损。我相信，凶手在往里面塞氰化钾的时候，应该也发现了。胶囊的外壳被苏打水溶解了一部分之后，里面的氰化钾会直接与胃黏膜接触，强腐蚀性一定会造成胃黏膜的糜烂性出现。怎么证明？秋兰子的药瓶里还剩1颗药。小苏，不好意思啊，赵医生，本来跟和晨的合作都要结束了，听说您要出国了，还要麻烦你回来帮忙。没事儿，你们有需求我肯定会来的。出什么事儿了？要我检测什么啊？齐主任之前推论，死者可能服下了含有氰化钾的奥美拉唑胶囊，但因为误喝了苏打水，使原本应该在肠道里溶解的胶囊提前在胃里溶解。胶囊的外壳已经在死者的胃里找到。所以这次麻烦你过来，是需要帮忙检测一下死者药瓶里仅剩的1粒药丸。我来做。麻烦了。邵医生正在检查药丸呢，结果估计还得一会儿。
把所有证据都比对好，不要遗漏细节。在这儿等。好。奥美拉唑的服用方式是1天3颗，早1颗，晚2颗。如果凶手的目的是要确保兰子死在当天的夜里，那他就一定要保证兰子在晚上吃下的2颗药丸当中，至少有1颗是带毒的药丸。如果凶手只毒1颗，那么兰子有1/3的概率会在第2天早上才吃下带毒的药丸。如果凶手毒3颗，那么他就一定会在药瓶内留下1颗带毒的药丸作为罪证。所以，毒2颗对于凶手来说是最优的选择。如果秋兰子把2颗带毒的药都吃下，剩下的那1颗药我们就检测不出证据了。兰子将2颗带毒的药丸全部吃下的概率是1/3，也就是说，凶手也只有1/3的概率不会在药瓶内留下罪证。所以我们只能赌剩下的那1颗。结果出来了，药瓶里的胶囊确实含有氰化钾，跟戚主任之前的推论是一样的。齐法医，你暂时摆脱了嫌疑，可以离开了。朱队，我想参与办案，找出杀害兰子的凶手。而且，江飞的尸检报告也有问题。江飞跟秋兰子的案子，恐怕需要你回避。我想看江飞的尸检报告。局里不止你一个法医，不是每件案子都要由你来。所以江飞的死亡时间是在凌晨4点多。对，如果江飞是被冻死的，那么他尸体的温度本来就比正常的要低，所以相对的降温时间也会缩短。韩队，江飞被冻死是齐法医推论的，让他给我们讲述一下吧。现在只知道江飞是被凶手冻死的，但是没有任何线索可以找到凶手。凶手在江飞醉酒的情况下，让他吃下头孢，造成双硫仑样反应，并且在他昏迷的时候以冰激动身体，导致全身各脏器，尤其是心脏衰竭而死，说明凶手对人体机能有一定的了解。高法医，第1次解剖化验之后，胃里的食物残渣具体有些什么？胃残渣里有9个红肠，没有头孢。但是江飞家桌子上的头孢已经是打开的，且药理检测验出了有成分。红肠没有被消化，这说明死者生前最后吃下的食物就是红肠。现场有找到把刀吗？没有。红肠有被刀切过的痕迹，却没有找到刀，会不会被人拿走了？江飞的尸体上没有任何的外伤，就算有刀，也不可能是凶器。凶手为什么把刀带走？你们在现场做卢米诺了吗？江飞身上没有外伤，凶手却必须从现场把这把刀带走，那就表示那把刀刺伤的不是死者，是凶手。
这如果不是江飞的血，就只能是凶手的了。为什么没有让齐法医来做血迹对比？比对结果出来了，资料库里没有符合的记录。谢谢啊。停。跟江飞喝酒的那个女孩叫什么？哦，江飞给我们介绍过这姑娘，我记得叫张璐，喜欢穿洛丽塔，跟江飞关系很密切。他用手机拍摄江飞的尸体。解剖室不是不能带手机吗？他这么做也许有什么隐情。你们看这最后3张，前2张是拍摄在江飞手臂上的纹身，一张没有黑光灯，一张有黑光灯，而最后一张拍摄的是他手腕上的皮肤，而且前2张拍摄的时间是一致的，最后一张间隔了20多分钟。他为什么要间隔20多分钟，又拍摄一张手腕处的皮肤，而且没有黑光灯？他究竟发现了什么？那个瑞西大厦旁边这个夜店里边有玩东西啊，我正好过来办事撞上他。你甭客气，都是自己人，请我吃饭啊。老板，辛苦了。有啥可辛苦的？不是朱队吗？非让我跟你一块出任务，没什么可辛苦的。秋兰子拍摄这些照片的时候，我有看到，但只看了1眼我就离开了。当时我跟赵医生在隔壁房间做毒理检测的取样。如果戚主任你也离开了，那么解剖室里就只剩兰子一个人。不过他拍照的时候，有问过我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应该是之前受过的伤，或者是吸过纹身留下来的印儿。不对，这好像是荧光纹身。2张拍摄左手小臂的纹身，1张原色，1张黑光灯。如果按照前2张的拍摄逻辑，那么应该还有1张黑光灯的照片。这个江飞手机里有很多他和不同女孩的合照，其中有一个就是咱们一直在找的这个张璐。张璐24岁，家住合成新华大道无机化学研究所实习研究员，本科是化学专业。他和邱兰子认识，2人是高中同学，所以一起租房子，做过短暂的同屋。我们查到的通话记录里，邱兰子最后打的电话就是打到张璐的工作单位。你说看到张璐和裘兰子那天吵架是吧？是的，我确实看到他们有争吵，不过具体吵什么，我也没有听清。当我走的时候，看到那个女孩身体不太舒服，吃了些药。你确定秋兰子当时有吃药吗？我确定的。张某人呢？韩队，已经根据您给的信息全程布控。您好，身份证、驾驶证出示一下，后备箱打开一下。你是张璐吧？
张璐，请你配合调查。张璐，24岁，合成无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7月7号晚，你是不是和江飞在云金大厦地下酒吧喝酒？是。然后你就跟他回家了？没有，我喝了几杯就回自己家了。有人可以证明吗？证明？什么证明？我一个人住，能有什么证明？那就说明没有人可以证明你当晚是在自己家过的夜。你最后一次见江飞，他是个什么状态？那天他好像感冒了。你感冒了还叫人出来喝？你听没听说过头孢配酒，一带就走？那是头孢配酒，天长地久。尸体的伤怎么来的？做实验，割伤的。秋兰子去实验室找你说了什么？他跟你们说什么了？他不在这实习吗？你把他叫来，我跟他对质啊。秋兰子已经死了。是不是你杀的？死了？他怎么可能？张璐，现在怀疑你是江飞、秋兰子被害案的重要嫌疑人，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如果张璐的血迹跟我们在江飞家采样的血迹吻合，那他就最有可能是杀害江飞的凶手。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我真的没有。你就老老实实回答问题。老子跟你说什么了？他跟我说。江飞死了，他在尸体上看到了我的名字。怎么样？稍等一下。支队，比对结果出来了。韩队，对上了。小苏，抓人！小西，解开，是他。我不是，我没有杀人，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说了，我没有杀人，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求求你们了，不要抓我，真的不是我！我说过了，装错人了，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你们装错人了，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们抓错人了，凶手不是他。不是我，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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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我说了，我没有杀人，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求求你们了，不要抓我，真的不是我！我说过了，没有。凶手不是他。他两边的肩膀有不自然的高低，他紧张的时候，左手会出现不自觉的痉挛。这就是典型的先天性神经麻痹的迹象，而我们要找的凶手，必须要拥有可以移动江飞尸体的体型和力气。但是先天性神经麻痹的人，绝对不可能独自处理江飞的尸体。我去问问。韩
炮！什么事？我怀疑有人对江飞的尸检报告动了手脚。什么意思？你调转到这里来多久了？这和案件什么关系？凶手故意布局，想要诱导我们对死亡原因做出错误的判断，但同时，他也暴露了自己的特点。他对药理、解剖，还有公安局内部的办案流程都非常清楚，甚至还有机会接触到案件资料。符合这些特征，只有公安局内部的人。你的意思是，凶手是自己人？赵医生，毒理检测这一块，还是拜托您了。托齐主任的福，以后我的工作量就会大大减少，也不用经常过来熬夜了。谢谢你，辛苦了。我先去整理毒品采样。齐主任，我先去准备存放尸体的冰柜，是要填一下这个尸检报告。不用了，尸检报告我来填吧。你存放尸体。好。齐主任，我留下来拍照记录，尸体我一会儿送过去。死了，他在尸体上看到了我的名字。尸体有被动过的痕迹。你们的意思是说，江飞在死前用隐形墨水在自己身上写下了凶手的名字，但是被人擦掉了？没错，而且兰子拍到的黑光灯照片也被人删掉了。是伊娃。你的英文名是不是叫伊娃？伊娃这名字是江飞起的，他带我出去玩，逢人就介绍说我叫伊娃，他还让我穿那套洛丽塔的衣服，那衣服就是他买的，他给我很多钱和礼物，我没有理由杀他呀。他死了对我没有任何好处。那天晚上你跟江飞在酒吧见面，你说他感冒了，吃了头孢。对。那盒头孢在哪？我带走了，现在应该在实验室的桌上。韩队，出队。跟江飞体内的药一样吗？之前我们对江飞死因的判断是严重醉酒加双硫仑样反应导致的急性心力衰竭，但是我们刚才对头孢进行了检测，发现里边并没有甲硫斯氮唑集团。简单说。
不是所有的头孢都会导致双硫仑样反应，必须要含有甲硫四氮唑基团才会诱发。所以张璐的药是没有问题的。对，我们是在江飞家找到另一盒头孢吗？对，江飞家打开的那盒头孢里是有甲硫四氮唑基团的，所以当时才会判定为急性心力衰竭。对，江飞是被冻死的，心力衰竭只是凶手想制造的意外死亡。如果张璐真的是凶手的话，他不会告诉我们江飞吃了那盒药，那会让意外死亡的推论不成立。继续查吧。好。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江飞跟张璐就坐在这儿。江飞的确在张璐面前吃了药，但具体吃的是什么，看不太清楚。方娜，张璐手上那盒头孢就是实验室那盒，那他没有撒谎。江飞的体内也验出了双硫仑样的反应。如果这盒药没有问题的话，凶手一定是在某个时刻让他吃了另外一盒头孢。再放一遍。齐主任，我刚才看到了兰子生前做到一半的检验，好像在分离一种毒品的配方，是你当时在让他比对什么吗？原钻呢？原钻验了吗？原钻前几年被列为重大查缉项目，也在对比范围内，但结论是未检出。李一奇的血液样本在哪儿？李一奇？你是觉得李一奇的案子跟兰子还有江飞的这个案子有关？停，倒回去，再放一遍。一个左撇子，一个右撇子，有人冒充张璐。不对，那江飞家的血迹怎么会是张璐的？齐法医，韩芳，高原呢？高原呢？高原，驻队韩队，怎么了？江飞家的血液对比是你做的吗？不是啊，药检是你做的吗？江飞家带回来的所有的检测都不是我做的。是江飞家的血检报告有问题吗？对比结果出来了，是他。赵医生人在哪儿？现在？这是您女儿赵一娃的转院申请，麻烦您签个字。江飞家的血迹对比报告，这次没问题。
赵医师，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见面。鉴定结果出来了，你的血液跟我们在江飞家发现的血液匹配。你是为了你的女儿赵一寡才杀了江飞吧？我之前抓过江飞，他贩卖一种叫原钻的毒品，害死了不少人。我们做过调查，你之前在历场工作，那个时候你女儿16岁，有一次她在鱼缸里割腕自杀，发现以后救了过来，但是变成了植物人。从她的体内检测出了大量的毒品，主要成分就是原钻。你听说过一种毒品叫原钻吗？我以前验过很多死者，都是死于它。印象里面最后一桩，是一个16岁的少女，因为吸食原钻造成脑损伤，变成了植物人。你就是在那一天听到江飞的名字。江飞这个家伙狡兔三窟的，他具体在哪个窟，得你们自己一个一个去找。你假扮张璐，接近江飞，制造给他下药的机会。一个左撇子，一个右撇子，有人冒充张璐。你在酒吧哄骗江飞，吃下了头孢。在我们抓到张璐之后，你利用你的职能，嫁祸给张璐，为了洗清自己的罪名，对吗？如果张璐的血迹跟我们在江飞家采样的血迹吻合，那他就最有可能是杀害江飞的凶手。你用张璐的血替换了江飞家的血液样本，诬陷他是凶手。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掩盖你杀害江飞。所以江飞的死亡时间是在凌晨4点，而且我查了，那天晚上根本没有订面。凶手必须从现场把这把刀带走，那就表示那把刀刺伤的不是死者，是凶手。你还记得赵一娃吗？现场有找到把刀吗？痕检组采集到了很多残缺、无序的指纹，初步推测大部分都是日常生活痕迹。在尸检中，你发现了江飞手腕上的荧光字。你杀秋兰子是因为他看到了伊娃的字样吧？你担心我们一旦掌握了这个字样，就会追查到你的女儿赵伊娃，就会暴露你的杀人动机。如果被警方抓到，你就没法带你女儿出国，寻求其他的治疗机会。相机里的照片也是你删除的吧？为了不让事情败露，你在秋兰子的胃药中加入氰化钾，害死了她。江飞害死了我女儿，她死有余辜。那张璐呢？你诬陷无辜的张璐，你就问心无愧吗？还有秋兰子，秋兰子又做错了什么？
他只是身为一个法医，履行了法医的职责，难道他就该死吗？杀你女儿的不止江飞一个。他是一个好医生，他救别人，却没时间救我。这是你女儿自杀之前空间的最后一条状态。他是一个好医生，他救别人却没时间救我。过去有多美，就有多后悔，没能保护谁。错了，别说对，都是犯的罪，哪怕是误会。却不能赎罪。假如是因果轮回，让彼此在深渊忏悔。